这节课呢，我要继续给大家讲新的知识点啊。好了，我们看第3个知识点。若 AB 为抛物线 y 方等于 2px 的任意的一条线，大家注意啊，上节课呢，我给大家讲了8个跟焦点弦有关的。那么这个它不是焦点弦，它是任意的一条直线和抛物线相交得来的弦。它和焦点弦不一样，焦点弦呢必须的是经过焦点的直线和抛物线相交结得的弦，所以要严格的区别焦点弦和任意的一条弦。好，我依然以开口朝右的抛物线为例 ，y 方等于 2px， 开口朝右的抛物线，这是它的焦点。我做的这条直线不一定是经过焦点的，经过焦点的直线和抛物线相交被它结的一段弦，那个是特别的啊，它是焦点弦。有关焦点弦的性质，我一共给大家讲了8个。那么这个呢是任意的一条直线，没有经过焦点啊，当然经过焦点也可以，它是任意的一条直线。和抛物线相交，交于 AB 2个点，它被抛物线结得的弦就是任意的一段弦。点 A 的坐标是 x1y1， 点 B 的坐标是 x2y2， 弦的终点的坐标是点 M 啊 ，y0 是不等于0的，也就是x 轴上的点 y 是0，y0 不等于0意味着它没有落在 x 轴上。所以呢，我目测一下，终点 M 就在这儿，它的坐标是 x0y0， 没有落在 x 轴上，它的纵坐标 y0 是不等于0的。好，那么第一个问题要让我求的是 AB 这一条弦的斜率 ，AB 这一条直线的斜率。我怎么求直线的斜率呢？求斜率有2个办法。第一呢，倾斜角不等于90度的时候，倾斜角的正切值是斜率。可是我没有倾斜角。斜率的另一种求法呢，是一条直线上有2个点，纵坐标的差除以横坐标的差是斜率。我显然要用第2个公式来求斜率。那我怎么求呢？这条直线 AB 这一条直线的斜率就是这条直线上的2个点，纵坐标的差除以横坐标的差就是它的斜率。可是 x1y1、x2y2 我都不知道，但是呢，我有抛物线的方程啊，所以 y1 的值，你看 y1 的值我可以用 x1 的式子来表示。因为点 A 在抛物线上，所以点 A 的坐标满足方程 y1 的平方等于2p 倍的 x1 啊，所以 y1 我可以把 x1 换掉啊，我不想开方 y1 减 y2 留在这儿 ，x1 是什么呢？把2p 除过来，它就是2p 分之 y1 的平方减去。同样道理 x2y2 也满足这个方程，因为点 B 也在抛物线上，把2p 除过来 x2 它就等于2p 分之 y2 的平方。分子 y1 减 y2 我们先不动，分母呢我给它通分 2p 分之 y1 方减 y2 方，那就是 y1 加 y2 乘以 y1 减 y2。要注意分数线啊，它是最长的，这是分子，这是分母，分子除以分母除以一个数就乘以它的倒数，所以 y1 减 y2 它乘以 y1 加 y2 乘以 y1 减 y2 分之 2p，y1 减 y2 显然就约掉了。所以最后的结果呢，我得到的就是 y1 加 y2 分之 2p。可是和我要求的还不一样，那我接着算啊。老师说抓住几何特征并用式子表达出来。这个点 M 是什么呀？它是 AB 的终点。既然你是终点，那么终点 M 的坐标就和2个端点有关，终点 M。
它的横坐标 x0显然就是1/2x1加 x2，y0呢，它就是2/y1加 y2。所以把2乘过来，2倍的 y2，2倍的 y0，它就等于 y1加 y2。那既然这样，我是不是可以把 y1加 y2换成2倍的 y0？分之2p，2约掉了，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 y0分之 p， 这个就是我们要得到的结论。这是直线 AB 的斜率。好，我们接着看第二个，我要求直线 AB 的方程，那我怎么办呢？要求直线的方程，你就想到直线方程的4种形式。现在它有什么了？它已经有斜率了吧？它还有终点呢。AB 这条直线不是经过终点吗？所以我立刻用点斜式来写直线 AB 的方程。点斜式 y 减 y0等于 k 倍的 k 我刚刚求完了，它是 y 分之 p 倍的 x 减 x0，不用化简，摆在这儿就可以了。这就是 AB 这条直线的方程。那第3个呢？我要求的是线段 AB 的垂直平分线求它的方程。那么我要求这条直线的方程，我也有点了，因为我经过点 M 了，我就差斜率。由于它跟 AB 是互相垂直的，互相垂直的2条直线，斜率是互为负倒数。L1 垂直 L2， 那么 KL1 乘以 KL2 是等于-1的，也就是 KL1 它就等于负的 KL2 分之1，反过来 KL2 也等于负的 KL1 分之1。它们俩只要互相垂直，这2条直线的斜率就是互为负倒数。那么 AB 这条直线的斜率我知道了。跟它垂直的这条直线呢，是斜率是它的负倒数，所以它的斜率不但要给它取倒数 p 分之 y0， 还得加个符号。所以和 AB 垂直的这条直线斜率我也知道了，它也经过终点，那么它的直线方程点斜式 y 减 y0等于 k 倍的负的 p 分之 y0 倍的 x 减 x0， 和它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就得到这样的结论。好，那么这些结论我们要了解它，之所以推导它、研究它，就是为了让我们遇到类似的问题，你要立刻想到它有这样的结论，我们曾经推导过这样的结论。至于说我一定要把这个结论背下来吗？当然不是，你可以在做题的过程当中迅速的花这么1-2分钟推一下，立刻就出来它这个结论只是为了提醒你它有这样的特点。好，当然你能记住就更好了。接下来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知识点这个知识点非常简单，这就是点和抛物线它的关系。如何判断？我们曾经判断过点和圆的位置关系，点和椭圆的位置关系，点和双曲线的位置关系。同样的道理，点和抛物线的位置关系。那么你就把这个点带到抛物线方程当中，如果恰好 x0 y0 满足方程，那你当然就在抛物线上如果你满足的不是等于而是小于，那你就在抛物线内。如果满足的是大于，那它就在抛物线外。好，这节课呢，我就给大家讲这么2个知识点，一个是这个点和抛物线的位置关系的判定，还有呢就是任意的一条线，当它和任意的一条直线和抛物线相交，得到的是任意的一段弦，那么那条弦所在的直线方程，以及和它的垂直平分线所在的直线方程以及这条直线的斜率，那样的3个结论。好，这一小节的东西非常简单，我就讲这么多。